香老板，香老板，你进来吧，我在里面。香，冒犯了。臧大人是这么看重虚礼的人吗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我还是在外面等你吧。你这么急匆匆的来诊楼找我，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，说来听听。我想要除掉一个人，需要香老板的帮助。是哪个不长眼的得罪了我们臧大人？不是他得罪了我，而是我得罪了他。此人是曹公公的义子，都尉司千户陆晋。你跟曹敬贤是什么关系？我与曹公公只是在不打球赛上有一面之缘，但他却派陆晋来杀我。我觉得你在说谎。此事千真万确，那次的确是我第一次见曹公公，我也不知为何他会对我起了杀心。若香老板能查明原因，在下感激不尽。也是，曹敬贤要杀人，向来不需要什么理由。可是你为何不去找平津侯护着你，偏要来诊楼寻求帮助？侯爷虽然器重我，但他不会为了我而得罪曹公公的。我相信枕楼在江湖上的朋友不计其数，随便出手便能救我于水火之中啊。这个陆晋，滥杀无辜的事情做了不少，也总是为难我们，确实该死。可这曹公公是何许人也？就连平津侯也不敢招惹他。若是他知道了我帮着你对付他的义子，我枕楼岂不是要关门歇业了？香老板放心，我保证不会让曹公公怀疑到枕楼头上的。那你要怎么报答我？这个我还没想好，我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。我的钱已经够多了，金银财宝我才不稀罕。那在下能做什么？过来，替我木发。你想让我帮你，又不拿出诚意，既然这样，你就回去吧。你很熟练吗？小时候帮我母亲木过。在这京城里，你招惹谁都可以，偏偏不能招惹曹敬贤。你看我枕楼，就算是说书，何时说过曹公公？先帝和太后也没少说。枕楼苦场未久矣，若你能不知不觉杀个曹敬贤的义子，那也是痛快极了。只不过，要是陆晋死了，曹敬贤恐怕会更忌惮你。你放心，我早已经有了计划，只是我不会武功，不能亲自动手。婉妹妹呀，没想到
你我再见，竟是这般情形了。当年你出嫁时，我没能去送你，我在心里多次给你赔不是。从今往后，不用再跟你赔罪了。40年呐，恍如一梦。太后来咱们家做什么呀？老太爷都被流放了。祖母年少时和太后是闺中密友。你是花家大姑娘。是。你长得跟你祖母年轻时一点儿也不像。不过，这3分神色倒是和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。花家上下福蒙圣慈垂怜，方得栖身之所。祖母在世，无时不纪念在心。今日圣慈浩荡，花只诚惶诚恐，多谢太后恩典。还有你们这一大家子人，可真好啊！朝夕相伴，患难相逢，令人羡慕，比我家好多了。这些人，先前都缩得远远的，不敢进来，搞得咱家像什么龙潭虎穴似的。如今太后娘娘的殿仪送进来了，一个个又怕自己跑得跟不上别人。是啊，这些见风使舵的东西，呸！哭了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太伯，芍药来了。这是我朋友，他救过我的，是好人，他叫……哦，太母，我叫沈焕，是芍药的朋友。您之前
哦，您之前还没见过。太伯，我会一直记得您的，就像我记得我娘一样，不会忘的。你要是想芍药了，就来芍药梦里看看我，我们一起吃汤，一起我给你念诗，我好吃，甜。先回去吧，我陪陪他。哥哥什么时候回来，他还不知道呢。姑娘，二姑奶奶来了。贤儿，孙子，我来晚了，我来晚了。走，进去再说。来。芝姐姐，我母亲她来时说，今夜定要在这儿为老夫人守灵。我想，我也不回去了，您就允准我在这儿和表弟们一块打理吧。弟弟们都小，一转一天，只怕受不住的。难为二姑母和你这份辛劳，祖母在天之灵一定会看见的。这二姑奶奶都来了，大姑奶奶一个嫡亲的女儿，到现在都没个信儿。可不是嘛，夫人们府上都来人了。就连沈郎君都来了，这大姑奶奶有什么不来的道理呢？去把柏林叫来。哎，二姑母，你们先进去吧。好。柏林，姐，如今你是花家最大的男丁，祖母不在了，你该代表花家去向大姑母报丧。我这就去。死了？怎么就死了呢？我不就说了他两句吗？他怎么就死了？这下糟了！我若是去吊唁，花指那个小贱人肯定要跟我算账。到时候在灵前闹起来可就不好看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对，不能去！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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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坚决不能去！老爷，这人不到，礼也不到，不大好吧？有什么好不好的呀？他花家的好处，何时有一分落在我的头上？讨他个丫鬟还推三阻四的，给脸不要脸，哪里来的铂金给他？还有花指这个死丫头，敢报官让老爷我吃暗亏，我倒要看看她是几时死。死个老太婆算什么？老爷，我希望的是，她花家死绝。祖母病故，侄儿花柏林来向姑父姑母报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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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去看看何人喧哗，能打走便打走。老爷，是。老爷，花家的小公子在咱门口报丧呢。老爷，
老太太可是咱们夫人的亲娘啊！这要是被人举告个不孝的罪名，恐怕少爷日后的科举也……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此事倒是难办。姑父姑母为何不敢开门？祖母病故，侄儿黄国林来向姑父姑母报丧。侄儿黄国林向姑父姑母报丧。你们围在我府前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自己家的糟烂事，自己解决。哼！别人宅子面前鬼哭狼嚎什么呀？这不是出来了吗？怎么说话呢？这个人还不快给你大姑母带路呢？徐姐姐，人带来了，你先进去吧。我来给母亲吊丧，你挡在这儿做什么？让开！大姑母可算是来了，花家屋檐小，容不下你宋夫人。你就在这外面替老夫人守灵。什么？在外头？我遵老夫人的遗愿，不准你再踏进花家一步。但你一片孝心，我也不能不允。所以在这外面跪着也是一样的。我不干！我不干！他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他凭什么让我在外面守灵？那日你抢在老夫人面前大话，添油加醋，颠倒黑白。侄女可没有你这么黑的心肠。既然你问了，那我就如实回答。这是在外面，你闭嘴吧！你不要我们花家的名声了吗？你为了讨好大姑父，强抢我家丫鬟，3番5次的上门闹事，害得祖母一病不起。你见害人不成就口出秽言，耍泼耍横，害得老夫人吐血而亡。像你这般行径，你配叫做人吗？我让你跪在这里替你的亲生母亲守灵，难道有什么过分之处？对呀，就该在外面跪着的。就是他干的这事，太过分了！怎么还有这样的呀？还在外边跪着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敢信口雌黄？你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证据在此，你不会不认识你们宋家药铺的东西了吧？你拿出这等污秽之物害人，你配进我花家大门吗？哎，大伙儿都知道吗？这宋家药铺啊，前几日就封了。听说正是因为他手中这个，这宋家娘子妻子亲娘还不算啊，居然还干出这等龌龊事儿来！是啊，这太不要脸了！你有所不知啊，这是拿娘家丫鬟当小老婆讨好夫家呢。真下贱！真下贱！真是不要脸！不行，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样的，真是骗人！你出来！快出来！大姑娘话说的倒是堂皇，怎么不敢当众问问她呀？你说我们宋家的不是，你们花家就干净吗？你问问你们花家这位姨娘，在外面都干了什么好事儿啊？还带进去！我们说，你出来自己说！这不要脸的东西，你们这养出淫妇的阿家门楣！快走！娘，是你，你害了人，你还想大打一耙？你闭嘴吧你！别打了，老娘这么打
谁不要脸？你才不要脸！你妈的！俺俩就是豁出命去了，也得出这种恶气！疯了吧你！你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娘没事。你居然敢动我的女儿，我杀了你！姨娘，快带回去休息。姨娘，各位听我一言，宋家夫人今日的所作所为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而我花家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无愧于心，不畏人言。花竟为夫作伥，蓄意辱没花家的名声，亲手害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。我花芷今日以花家当家的身份，替祖父和祖母清理门户，请各位为我做个见证。花静及其子女，今日起与花家恩断义绝，从此以后，他们家的事情与花家再无干系。好。世子，禁足10日已满，陛下看您来了。世子，起来吧，禁足这段日子身子无大碍吧？臣无妨。还不起来？这是怪伯父罚错了？臣不敢。燕西，你若再这样，我让你这辈子都踏不出圣阁半步！快起来！世子，快将起！听说这段时日都是不吃不喝，看看瘦成什么样了。过来，吃口东西。燕西，还记不记得，你小时候每次不高兴，都是伯父哄的。那时候你还没这张桌子高。你母亲走得早，你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，这说明了你的至纯至孝。你每次看到那几个皇子在母妃膝下淘气，就一个人闷闷不乐。伯父得用好几块栗子糕才能把你哄好。如今你长大了，栗子糕怕是哄不好了。皇伯父言重了。伯父只是希望你不要对伯父心存疏远之意。这里原本就是你的家，能经常来宫里看看我，陪我吃顿饭、说说话的，除了你，还有谁呀？侄儿知道了。我已下诏厚葬了你的母亲，封赏了她尚在世的亲族，也算是告慰了她的在天之灵。只是燕西，君臣父子是万古不易的道理。回家去吧，陪你父亲好好说说话。那件事儿就翻过去吧。伯父都能跟你服软，你就不能跟你父亲服个软吗？皇伯父，
你要听话。是。长青，奴婢在。你觉得燕西委屈吗？世子对灵王殿下，恐怕难以释怀。当年灵王做下了这件事，阵不戳破，他便以为神不知鬼不觉。如今燕西把旧事捅破了，也是好事。欠下的账，你终归要还的。何况，燕西是朕养大的。如今燕西受了委屈，那朕就替他讨个公道。祖母，你这一撒手，我就再也没有人可以依傍了。逆子，这次父亲没回玉青山躲着，没有了整日在我耳边唠唠叨叨的夫人，待在这王府，和玉青山有什么区别？是，王府里虽有几条人命，可那茫茫一座山，人命恐怕也不少。看来让你在宫里受罚，你还是心里不服啊！服？我岂敢不服啊！君要臣死，夫要妇随，都在纲常之内。普天之下，谁又能说个不字？明白就好。是。刘安杀妻，张巡杀妾，照样无损他们千古立命。不过实在好奇，妇人向来以生子为荣，可却不怎么听说他们的好儿子帮他们手刃了仇人呢？你在圣阁静思，就琢磨出个这个来？父亲，虽说你跟我母亲缘分浅了些，可到底也是少年结发。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起过他？看来是没有了。你不会已经忘了他了吧？你母亲的自然是很美的。若说我母亲冷淡了些，那萧氏总归是一心一意的对你，相伴20余年了，一心都只扑在你身上。她死得这么惨，你又可曾想起过她？够了！你还提那个毒妇做什么？还嫌贵的不够？是我天真了。灵王殿下又怎会有一丝丝怜悯跟一丝丝悔意呢？你懂什么啊？如果为父是那种人弱之辈的话，那萧氏会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吗？啊？这就叫负担。是疯人，可世上总有人是没有疯的。瞧瞧啊！我把你生得一表人才，可万万没有想到，你却有副糊涂心肠。如果你心中没有君父的话，你将来就算娶妻生子的话，他们也不会以你为纲常的。我爱的人，只要爱我就好了，管那些纲常做什么？
哎呀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我竟然生出这么一个情种来。也好过你这般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无妻无子，一世孤独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无妻无子，孤身一人。你说的好啊，你说的好啊。可是喜儿，你别忘了，你身上流的是顾家的血。我告诉你，顾家是生不出情种来的。顾家人一代一代，他只会生出怪兽来。你真的以为这世间有女子，你真心的爱上七秀司司使吗？不会有的。你以为这世上的女子会毫无私心的嫁到刘王府来呢？不会的。越是出身高贵，越是手握生杀予夺，就越没人敢真心的爱你。你看看。这些女子一个一个的生得如花似玉，她们选入进宫，嫁进王府来，哪一个有好下场的？我说你这么大的事，我早就看透了。人这一辈子就该无欲无求，才能够清静一生。而现在你呢？你还在这里糊里糊涂的做着你的春秋大梦，你生在顾家，就该知道这一辈子要的是什么。嘿嘿，头儿，您可回来了。这是花家来孝敬咱齐秀司的。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，这个放了有几天了，要不您就，别吃了。这是他送的。啊，是。只不过前些日子花老太太去世了，估计他们也没心思做这米糕了。开生药铺的宋家媳妇儿是花家的大小姐，上门闹了好几回，每回都鸡飞狗跳的。前日直接把花老太太活活气死了。花大姑娘最近的日子估计也不好过。叶先生，波林，你姐呢？姐姐守了一夜，我们来了，便要她回去睡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有好多事想告诉你。好。你太累了，先睡一觉。等你睡醒，我原原本本的告诉你。还是不了。我怕我睡一觉醒来，发现又是一场梦。花芷。所以现在就说吧。
我不知道从何说起。头一见，你真的叫燕西吗？燕西是我的名字，我姓顾。顾燕西，你是皇家子弟，那你为何去七秀寺做茶子？我不是七秀寺茶子。那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灵王世子，也是七秀寺司使。如今知道这事的人不超过10个。我该很荣幸吗？你来我家究竟是什么目的？上次我告诉过你，全是真话，我没有骗你。世子殿下，司使大人，所以抄我满门，流放我全家男丁的人是你，是我。害我被打10杖的人是你，是。把祖父的书稿推给我的人是你。带上你的书，滚吧。多谢。在凶徒手下救下我的人也是你。都是我。离开的这些日子，你都去哪儿了？忤逆灵王，被关在禁足了。那你又为何回来？昨夜解禁了，今天我就想来见你。其实你可以不告诉我这些的。你们七秀司司使想瞒的事情，我一介草民，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知道。可我不想瞒着你，哪怕今后你都不再见我，或者和我入股。我不恨你，流放我祖父的人不是你，落井下石、欺凌讹诈的人不是你。我不会迁怒于你，我也不会对着你发泄，这点我想得明白。恨不恨是你的事情，我的确愧对于你。你确实愧对于我，那10杖我记住了。我这个人记仇的很，你以后可要对我好一些，不然我会让我来的。你怎么才回来？以后东嘴不赶我走，我就不走了。烫吗？这么说起来，其实我们早就见过了。是啊。
那年上元节，在我娘的院子里，你陪我看过星星。其实那日你问我灵王府的事情，我隐约就猜到了，只是你与当年相差甚远，我无法确定是你。还好你没认出是我，不然我哪有机会来你家领月钱啊？抄家那日，你明明看到了我偷藏祖父的书稿，为何当时没有揭发我？因为当时你说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会有什么用？逃又能到哪去？这的确是天命，但我想，天命并非那般森严没有间隙。起码在我手里，这些书是可以逃掉的。那日你的血还滴在了祖父的手稿上。从此以后，我见到的燕先生，脸上就多了这道疤。这道疤是拜官家所赐的。臣愿永离北地，入七秀司，替陛下驱策。也不是，是我自己伤了自己。倘若花宫的书稿就此泯灭，对今世后世来说，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。幸而有你，也幸而有你。我还以为你不要我的花姐姐了。进来。问灵王爷安，世子差小的送点心来，给王爷赔不是。啊！王爷，是希儿给我买回来的点心，他都忙成这样了，还记得带点心回来呢。你看，他倒是知错了。殿下不是不知，世子脸皮薄，嘴上没软过的，所以奴婢才来替他开这个口。你从哪儿来啊？奴婢打宫里来。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姓祥。来，一路从宫里来，辛苦了，赏你吃一个。多谢皇爷。吃吧。好吃吗？回王爷，这滋味道可真不错，奴才还是头一回吃呢。来，这以后在宫里要多替我照顾着希儿点儿。是。好，带他下去打个赏吧。多谢王爷。是王爷。希儿，路上慢着点，一定要当心啊。大姑娘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一个老婆子哪用得了那么多呢？祖母在时最爱重你，若她还在，只会嫌我准备的不够多。苏嬷嬷，你就留在花家安享天年不好吗？
大姑娘，我知道您为了我好，可如今老夫人去了，我一个人留在皇都也没什么意思。到了我这把年纪，你就让我落叶归根吧。现在孝期已过，这件东西，这个簪子，老夫人从前常戴着，她病重的时候送给了我。你说，我一个土埋半截的人带走它做什么呢？我就借花献佛，把它转赠给你。多谢。